这香椿天然的香味好香哦！香椿真是长到一个高度的时候，你就要把它砍掉了，要不然它越长越高，你就摘不到。嗨，哦，还有一根。嗨，大家好，这是我种的香椿，我把它给砍下来了，打算把它全部做成香椿酱。这个香椿我刚是摘了一些嫩芽嘛，那这些叶子它的梗也很嫩，我们梗没办法去掉，我们就全部摘下来用。那一直到这边，如果是比较老的部分的话，这个叶子还很嫩，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个梗这样子把它捋下来，这个很硬的梗就不要用，只要用这个叶子去打。这个叶子很香，配在芽里面才会香。我们就要把这个梗这细细的梗留着，然后用手这样子一直拉，有没有？这个梗很硬，我们不要用，只要这个叶子。像后面它的比较柴、比较硬的叶子，我们就不要了。所以你要用手感注意一下，这个叶子它还是嫩的，不是很柴很硬的，我们就把它取下来，跟那个芽尖一起打。这下面就是芽尖，你看它很嫩，这个梗一掐就下来了。然后这个叶子很嫩，梗是捋不断，它会断掉，这表示我们整个都可以摘下来。一直到这边，你如果觉得这个梗很硬的时候，你看它这个梗到下面它就比较硬，我们就把这个留着。那下面都是嫩的，它就会断掉。断掉的话没有关系，那表示它嫩。那我们就这边，你看这样子，叶子嫩的，但是这个梗很老。自己做的香椿酱，它非常的原汁原味，非常干净。我甚至觉得你只要叶子把它打碎放冰柜，不需要加油，也不需要加调味料，要用多少掰一块扔到锅里面一起炒就好了。这香椿天然的香味好香哦，真的很自然，不像我常常怕那个人家的香椿酱里面有没有加那个化学添加物。然后，但是这个自然，你看刚捋下来这个叶子就是一股很清香的香椿味。所以我最近因为冰柜里面有冻这个，然后在山上又没什么东西吃，我就会想到用这个。以前我很怕豆腐放什么香椿什么的。哇！然后那天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放在豆腐里面烧了，我就把香椿拿出来，我觉得好好吃哦。偶尔吃真的是超级好吃的，非常好吃。它会越长越高，所以我都要把它掰断，让它重新发芽。够了。你看看今天晒太多，不知道要工作到什么时候。有的摘了。太多了吧？刚刚还有3大根呢。看我们摘的这个香椿叶，这香椿叶我们先就把它打细，然后把它储存起来，我可以慢慢的用。我们如果不用手剁的话，我们就拿机器把它打成泥就好了，什么都不要放哦。这是一种保存这个香椿叶的方法。现在我们去打成泥了，你看现在全部都打碎了，这样打碎直接放在塑胶袋里面放冰柜。你看这都完全干的什么东西都没有的。然后我们就这样子放在塑胶袋里面，把它封好以后，我们压扁，压得扁扁的放在那冷冻柜里，这样我们要用的时候只要掰一块就好了。好，这一面你看，这样子把它摊平，摊平的时候我们要用才容易把它剥开来。好，这样摊平，夹链袋压紧。我另外还做了一罐加油去打的，你看上面都是油，很多油。用油来保存它，可以加点盐，这样的话可以再保存久一点，1个月以内就要用完。如果你要保存久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个样子的，就是放在冷冻柜里，什么都没有放，又处理起来又方便又简单。每次要用剥一小块，炒菜的时候先用油稍微炒一下。这2种其实味道都一样，只是一个是要冷藏，一个要冷冻。然后加油的话，你可以直接拌在豆腐里面，这个的话就要用油先炒一下。所以我就会有一部分是加油的，我可以拌豆腐不需要用油炒的时候，我就用这罐来调味，直接拌在面里面，赶快把它吃完。
之后呢，我就开始用这个，趁新鲜的话就先用这个。乡村哦，它做很多料理，你煮汤啦、红烧豆腐啦、烧茄子啦，或是凉拌豆腐，它都非常的好吃。还有用来拌那个茶油面线，还有很好吃的一个叫做乡村炒饭，还有可以做乡村油饼。这就是我每次收成了乡村以后的保存方法。好，就这样了，各位拜拜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记得订阅我们哦，再见。